探访是一种爱的服侍，但爱不是没有界限的。没有界限的爱可能变成越界的关心，甚至带来伤害。你是否曾经在探访后听到这样的话？你怎么把我家的事告诉别人？探访本来是来安慰我的，结果弄得我更不自在。他们来探访后，反而让我更不想来教会。这些情况可能不是出于恶意，而是因为我们在探访时没有注意到伦理与界限。本课将透过生活故事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尊重对方的隐私，避免踩雷，以及如何在合适的范围内提供帮助。一、保持尊重与隐私，探访的伦理原则。爱是无条件的，但尊重是必要的。组长春美带着探访小组去探望明丽。明丽刚经历一场婚姻危机，状态相当低落。探访刚开始时，气氛还算轻松。春美问明丽，最近好些了吗？明丽微微一笑，还行吧。这时另一位姐妹淑芳突然说，明丽，我听说你老公之前对你很不好，是不是劈腿了？明丽的脸色顿时变了，场面瞬间变得尴尬无比。探访结束后，明丽对朋友抱怨，原本以为他们来是关心我，没想到像来打探八卦的。几个月后，他不再参加小组，也开始疏远教会。探访的伦理原则：一、避免过度询问私事，不要逼对方谈论他们还没准备好分享的事。二、尊重对方的界限，如果对方对某个话题闭口不谈，就不要再追问。三、以关心为核心，而非好奇心。爱的关怀与八卦探听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二、避免传播个人资讯与闲话，今天的关心变成明天的流言。探访小组刚结束探访，成员们回到教会，正好遇上了祷告会。志明开口，大家要为志刚祷告，他最近遇到了很大的财务困难，甚至还跟老婆吵架。姐妹淑慧在旁附和，是啊，他老婆很伤心，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守望。几天后，志刚来教会，发现大家看他的眼神怪怪的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家的事？因为我们为你祷告啊。志刚心里非常受伤，原本愿意接受探访的他，从此对教会敬而远之。如何避免探访变成八卦传播？一、不在没有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分享对方的状况，即使是出于好意的带导，也需要经过当事人同意。二、谨慎选择分享内容，如果需要请牧者带导，可以只说这位弟兄姐妹有需要，请为他们祷告，而不是细节全盘托出。三、对于他人好奇的询问，要懂得守口如瓶。如果有人问那个人发生了什么事，可以回应他现在需要祷告支持，其他的让他自己分享吧。三、界限的设定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没有界限的爱可能变成伤害。俊宏是个热心的探访员，对于被探访者的需求总是全力以赴。有一天，
他探访单亲妈妈翠娟，发现她的孩子没有学费，于是直接自掏腰包帮她付了。几周后，翠娟又说家里房租有困难，俊宏再次帮助她。没多久，翠娟开始觉得俊宏应该帮我解决所有问题。当俊宏渐渐无法负荷时，翠娟却开始抱怨，教会不是说要帮助人吗？怎么现在不帮了？设定界限的原则：一、经济上的帮助需透过教会机构，个人不应该直接金钱援助，以免造成依赖或误解。二、不要让探访变成长期个人责任，我们可以提供建议和协助资源，但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必须负责他的困难。三、界限清楚才能健康服侍。帮助别人不是无条件满足对方所有需求，而是给予适当的支持与指引。四、如何与专业辅导或牧者合作。有些问题不是探访员能解决的。志刚因为童年创伤，一直无法走出阴影。探访小组的弟兄姐妹虽然安慰他，但却无法真正帮助他。在一次探访中，志刚突然说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活着没什么意义。探访员们顿时愣住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幸好其中一位姐妹说，志刚，我们很关心你，也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帮助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牧师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适合你的辅导资源。志刚同意了。后来他透过专业辅导和属灵陪伴，逐渐走出了阴霾。何时该转介给专业辅导或牧者？一、当对方有严重心理困扰，如忧郁症、自杀倾向，不要自己尝试解决，而是转介给专业人士。二、当对方涉及法律问题，如家庭暴力、虐待等，应该立即寻求牧者或专业机构协助。三、当你发现自己无法处理时，诚实承认这超过我的能力范围，寻求适当的帮助才是真正的爱。五、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对原则。探访时总会遇到预料以外的状况。突发状况处理原则：一、保持冷静，不要惊慌。无论遇到任何状况，先稳住自己的情绪。二、评估情况，确保安全。如果有危险情况，如家庭暴力，应该立即寻求帮助，而不是逞强。三、必要时寻求教会或专业机构协助。探访员不是超人，学会适时求助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结语：探访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服事，但爱需要智慧，关怀需要界限。唯有保持伦理，尊重界限，我们的探访才能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而不是无意间带来伤害。让我们带着爱，带着智慧，去成为合神心意的探访者。